木桶之中有一些微小的设计，其内放着49根竹简，每只竹简上都写着不算太坏，模棱两可的话。我还真是没什么忽悠人的天分呢。李长寿感慨了一声，起了那漆黑丹炉，开始放入此前整理好的药材。半天之后，李长寿心神一动，心底浮现出了木桶前的画面。一颗小脑袋凑了过来，五官精致，脸蛋可人。他有着浅褐色的中短发，在上下打量着里面的木猫。突然离得这么近去看这张脸，李长寿一时也没有反应过来。但是对方从俯身变成直立，那紧绷的麻衣短衫儿，99师叔。与此同时，李长寿的定向风雨咒也带来了小师叔的嘀咕声。对策筒我忽悠谁呢？摆一个这个就想让人拿零食？小师叔啧啧轻笑了一声，随手射来一只石子，扔到木猫的嘴里。随后他煞有其事地道了句：对策筒。听好了，我呢现在有个小问题，怎么才能获得更多的美酒美味和美男？最后一个可以去掉。李长寿顿时笑眯了眼，心神微微一动，木桶中的微型阵法开启，一只竹简从木桶下方的小孔中弹了出来，被九九一把捞住。九九看着上面的字样，小声地读着：心有重重疑，达字在心底，勿忘挖井人，且行且珍惜。九九眨了一下眼，轻吟2声，嘀咕道：倒是有那么点意思。翻过竹简看了一眼，却见上面写着请勿带走，放回桶旁侧孔内。随手将这个竹简塞了回去，他自然认不出这是奇缘的字迹。九九想了想，摸出了一块灵气快要耗尽的灵石，扔到了大肚猫的口中。随后九九问道：我再问你个问题，最近我总听说我60节和40节吐槽他们的道侣这种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单房中的李长寿略作思索，屈指一弹，那微型阵法再次弹出了一支竹简。九九拿住之后，小声地读道：仙路缥缈，人道昭昭，心烦中别，何须苦恼。感觉说的好有道理，这东西挺灵验的呀。沉吟2声，九九扭头看了看，在周围布置了一层隔音结界，这一次拿出了一块上等美玉，小心地放到对策桶中。他像模像样的双手合十，轻轻吸了一口气，又缓缓吐出。是这样的，猫仙人，我有个道友，他呢欠了一个比自己小了很多也差了辈分的侄子很多很多的人情，多到不知道该怎么还的那种，这个该怎么办呢？李长寿哑然失笑，看着那块美玉的面子上，这一次给了他一个上的竹签。逍遥且自在，无障无烦忧，既已踏仙路，何愁道不明。九九站在那儿一阵体会，随后便是面露恍然，对着猫仙人正经地做了一个道揖，随后满脸春风地转身离开了。估计也就是小师叔这种喝酒喝太多喝伤了才会上这种当吧。李长寿的心底轻笑，那块美玉倒是不错，稍后可以拿去换一点宝财。然而让李长寿意想不到的是，2日之后，九九又拉了个九鹿儿过来。九鹿儿也是有烦心事，问的对策是关于自身的姻缘，但是开口却是一句：我有一个道友。李长寿自然不能做恶人了，给出的竹简也就是一些劝他宽心，多花些心思在修道上，
只要自信，世上就无难事。九鹿儿沉思少许，顿时露出了甜甜的微笑，对着猫仙人行了一礼，飘然离去。这次的收入倒是不错，九鹿儿拿了几大块零食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陆陆续续的九字九仙来了4个，跟他们相熟的破天风真仙也来了5、6位。李长寿平白收了100多零食灵玉，算一算都快抵得上他1个月的月供了。而且每一次呢，这些人都满意而去，实际上毫无所得，只是通过这种方式确认了心底所想，李长寿也没有沾什么因果。这个办法真的可行啊，我只是偶尔花一缕心神过去，并不费劲啊。哼，李长寿也有些意外，连夜赶制了360根竹签，将木桶扩容了一些，也将里面的阵法禁制设计得更精细了一些。竹简上的内容其实不是很复杂，也没有实际意义，可以正向理解，也可以反向理解，更可以偏向理解。怎么理解，这就要看来求测之人心底倾向于哪个答案。而如果是真的有疑难有疑惑之人前来寻找解决之道，李长寿也备了3样竹签。第一类是前路贵人助，第2类是退一步海阔天空，第3类是还需问自心。于是一个趋于完善的求测筒就这般迅速的完善，且每日都有1、2个人前来问测。李长寿将这个东西搬去了小雄峰后山林中，免得打扰师傅修行。让李长寿感觉有意思的是，来求测之人大多都会带一句我有一个道友。又半个月后，临近黄昏时，一道李长寿熟悉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了求测筒前。他身着冰蓝长裙，生得极美，却不苟言笑，自然就是有情玄雅。初见他，李长寿还以为他是来砸场子的，但是有情玄雅很快就做了几个颇为熟悉的动作，扭头四顾，布置结界，轻轻呼了一口气，并且投了2块仙灵之石。正在炼丹的李长寿也不由得面露正色，这仙灵之石价值不菲，有毒师妹这是遇到什么大问题了？然而让李长寿没想到的是，猫仙，我有一位道友。有情玄雅轻声道，他也不知怎么了，最近会偶然心神不宁，心底浮现出一位师兄的影子。若是修道闲了下来，第一件事便是想着去师兄附近。虽然也不一定能见到他，但只要在他附近，心思都会安稳一些。我这位道友，他心底对这位师兄十分钦佩，并以他为榜样。可他的师父却说，这或许是动了情念，这让他很是困惑。猫仙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趁着这个机会暗示一下有情玄雅，让他别在我身上花费心思吧。李长寿在那些竹签中迅速挑选，选了一支上签，用阵法弹了出去。仙路多美事，不必拘于行。明朝得造化，谈笑大道成。有情玄雅读完竹签，顿时面露思索之状。他很快就明白了什么，面露释然的微笑，对着大肚猫仙做了个道揖。多谢猫仙指点。言罢，转身驾云，含笑飞向了他亲手打造的棋牌室，不是皇家赌房。有毒师妹应该是明白了一点什么吧。李长寿沉吟2声，刚才那个竹签也不存在歧义，就是说好好修行，
大道可期，前面路上还有更美好的风景。不过有毒师妹的脑回路一向是与众不同，别具一格，李长寿也不知道自己这根竹签的效果到底能如何。半日之后，酒屋皱着眉头飘了过来，这位师伯却没有求签问策，而是围着这个东西转了2圈。随后这位师伯就明白了一点什么，笑道：哎呦，小长寿搞的这个东西还不错啊，能主动帮门内出点主意也是好事，没白费那颗奸诈的小脑袋瓜儿。李长寿不由传声：师伯，我听得到。师伯，我还有事啊，还有事。这次就是带百凡殿过来看看，我这就回去禀明啊。言罢，酒壶驾云匆匆而去，跑得颇为迅疾。有酒屋师伯帮忙打点百凡殿，这求测筒也就名正言顺地保存了下来。而接下来的日子，每日都会有1、2人前来此地问测，大多都是破天风之人。这个求测筒的名声还没有传开，李长寿的收获也算是十分可观，毕竟这是无本的买卖，好赖全凭一支签，与那些南海海神庙内的庙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而李长寿很快就想出了新的后财点子，在求测筒的周遭建了一道简易的隔绝阵法，每次只需要在开启阵法的木箱中放入5颗灵石，就可以开启阵法半个时辰。这5颗灵石李长寿能赚4颗，当然他也给自己留了后门，可以随时听到任何对猫仙人诉说的话语。2个月后，面色忧郁、精神涣散的柳飞仙也飘了过来，看一看左右无人，摸出5颗灵石放在木箱中，开启了阵法。这个在微胖界也算是行仙的丹顶峰真仙执事默默地叹了一口气，拿出2瓶丹药放到了猫仙人的口中。启元师弟，不，猫仙人，我有个道友，他此前办了件糊涂事儿，动了贪念，出了些意外，如今走在路上时不时就被人打一顿，有次在洞府内修行还莫名其妙地睡了过去，醒来后衣不遮体地被困在树上。我这个道友也知道自己做错了，诚心想补救，但这般遭罪，修行都无法安心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李长寿哑然失笑，手指微微一弹，给了他一条古丽的竹签。但是动作刚做完，李长寿就下意识地皱了一下眉头。心血来潮，必是南海海神教那边有事。而且这一次李长寿的心底突然泛起了一抹血色，血光萦绕，掐指推算，竟是凶兆。这个教主当得不安生啊。求测筒这边刚有起色，李长寿只能暂时挂出猫仙不在家的木牌，便坐在丹房中，心底细细推演。这一次感知到的是有血光伴随的凶兆，为何会有这般感应呢？李长寿也说不准，可以将之理解为天道对功德护身之人的庇护。若是想得多一些，还有可能是人教圣人老爷冥冥之中随手点拨了他一下。坐在丹房中，李长寿摆出修行的架势，清算了一下自己身上的香火功德之力，将这些香火功德凝聚在自己的元神周遭，做了一个薄薄的四角库。没办法，现在的香火功德还不算是太多，积累不够，而且元神没有要害部位的说法，整体就是魂魄的升华。给元神小人穿衣服，自然是要从第一件开始穿了，总不可能先穿个袜子吧。且说正事。李长寿先凭借自己对神像的感应，仔细地探查了一遍整个南海神教的状况。各地平稳，并无灾祸。南赡部洲南海海岸线一大片区域，东海海滨一小片区域，此时
都是南海神教的香火地。龙族在各处分散驻扎了10余位龙族高手，有2名金仙，12名天仙境巅峰，都是南海神教的护法，也能够分到一些香火功德。李长寿总不会让他们白白出力，虽然龙族的主要目的是为龙宫2太子敖乙保驾护航。这凶兆莫非应在天庭身上？如今南海神教被天庭册封在即，也只剩下100-200年的流程要走。玉帝在凌霄宝殿已经开口说过此事了。真是有人不愿意见天庭壮大，从而要动南海神教？没道理呀，跟天庭作对，便是跟玉帝作对，跟玉帝作对，那就是和道祖作对。若是被道祖判定为忤逆天意，都不用这位洪荒远古最大赢家亲自出手，三清老爷动手，就能把幕后算计者给扬了。不，紫霄神雷一落，灰都剩不下。无论怎么看，玉帝都是南海神教的一张保命符。此时虽然封神大劫的天机未显，但是一个小小的南海神教被天庭招安，谁会因此事来针对？而且天庭此时影响力太低了，在圣人大教之前毫无存在感。李长寿虽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，但只给了1成的概率，剩下的9成李长寿留给了最糟糕的情况，西方教要出手。如果真的是他们，动机又会是什么？单纯的抢香火吗？李长寿感觉自己的思路有些混沌，开启小琼峰内部阵法，去了地下密室，取来纸笔铺在地上，开始细细的分析书写。不能念及圣人名讳，自然也不能写下圣人的名讳。李长寿用了一些代号，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。若是自己做推演，涉及到自家太清圣人，就用一只鸡腿来表示，表明这是大腿；涉及到通天教主和元始天尊，便用一只夜光杯、一只竹篮表示。西方教2圣，接引是一朵兰花草，准提是一只弹弓，这些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，且避免了让人联想到圣人的可能性。